大家好，我是小易。双11入手了一颗大光圈镜头，名将光学50毫米 f0.95，小痰盂的光圈是1.8，而它是0.95。这颗手动大光圈镜头真的是让我又爱又恨。让我们来一起看看这颗镜头的优缺点。优点一，机身复古的造型和富士等复古相机非常搭，支持卡口也非常多，包括佳能的 RF 卡口，这也是我选择它的最重要的原因。因为不需要转接环就可以正常使用，机身体积也相对小巧，适合外出携带。内凹刻度、旋转阻尼也适中。我特别喜欢调节光圈的顿挫感，很像给一块老怀表上发条，仪式感满满。优点二，镜头盖上虽然写着 APS-C 画幅使用，但实测全画幅也能用，而且不需要裁剪，也没有黑边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最大光圈时还是有轻微的暗角。优点三，0.95的大光圈，虚化效果确实棒，随手一拍都有一种加了一层复古滤镜的感觉。我们常说摄影是光的艺术，或者说摄影就是给世界加了一个框。我们眼中的这个世界太实了，一点都没有虚化的朦胧感，而大光圈镜头通过突出主体虚化背景，以此来增加氛围感。这么想的话，1000块的售价也不算贵，特别是和星耀、中医光学这些比起来，性价比也很高。那为什么恨呢？缺点一，航空氧化铝材料，也就是全金属机身，确实很有分量，但400克的机身比非红圈镜头要重很多，因此日常挂机还需要麒麟臂。缺点二，金属前盖是内细丝，外出拍摄的时候，镜头盖经常会盖不紧，然后会脱手掉在地上。我更希望它能够直接扣在镜头上，这样快拆也方便。如果说前2个小缺点是吹毛求疵，那第3个缺点就是硬伤了。这款镜头放在我的佳能 R6上，出现了好几次死机的状态，任何操作都毫无反应，最后只能抠电池来解决。而我的机身是最新的固件，在使用原厂镜头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这颗手动镜头也没有金属触点，也不存在数据交互，因此出现这种问题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有相同经历的朋友可以私信或者评论一下。缺点4，成像素质。在下单之前，我就问了客服这颗镜头的紫边、色彩等问题控制的怎么样。我以为客服怎么着都得自吹一下，谁知道他说国产镜头质量方面都一般。一整个大破防。它的成像素质一句话总结就是，就像朋友圈精美的摄影作品，第一眼非常的惊艳，但经不起推销，放大一看有很多瑕疵。因此1分价钱还是1分货，追求精致画质的老法师还是劝退吧。很多测评里都会说 f2.8 或者 f8 的成像素质要比 f0.95 全开要好，确实是这个理儿。但我买这颗镜头的意义不就是奔着 f0.95 超大光圈去的吗？所以买这颗镜头最看重的不是画质，而是焦外虚化效果，是那种味道。所以结合1000块的售价，我觉得它还是值得入手的。那么你觉得这颗50毫米超大光圈手动镜头怎么样呢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。我们下期再会。